圣旨已下，尚书府罪奴听着，今日配给戍边军户为妻，若无军户认领，直接发配杂役营为奴，生死由天。不要啊！杂役营那是活人去的地方，进去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怕怕就赶紧挑个男人，跟了老子，好歹有口热乎饭吃。林婉，上辈子我瞎了眼选了裴丽那个穷鬼，住着破房子，天天被婆婆数落，年纪轻轻就活活病死。你倒好，选了周文斌想进锦衣玉食，这辈子该轮到我过好日子了。奴婢林月娇愿伺候周公子，做牛做马绝无怨言，求公子收留。哦，你认得本公子？周千户威名远播，公子更是气宇轩昂，奴婢只求有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容貌倒是不错，嘴也甜。行，本公子收了你。谢公子恩典，林月娇命真好。是啊，那可是千户家的独子，攀上她以后就不用受苦了。林婉，这一世周文博已经选了我，今天要是没人要你，你就等着去杂役营被折磨死吧。民女林婉，愿嫁裴百户为妻。林婉啊林婉，你眼光真差，这么多人，你偏偏挑了个最穷的。我家里一贫如洗，跟着我只有吃不完的苦。你确定要选我？我不怕吃苦，只求百户大人赏口饭吃。林婉，你做梦吧！裴烈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这辈子你就烂在那个破茅屋子里吧。娇娇，一个穷军户的婆娘有什么可看的？走，回府。是，公子。蠢货！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出了这教场，你就是我裴家的媳妇，生死同命。想好了，我跟你回家。造孽哦！裴家这穷的连老鼠都留不住，还领个女人回来，拿什么养活？这姑娘看着娇滴滴的，以后有的苦吃了。你领了个什么东西回来？娘，这是校场上领回来的林婉，以后就是我媳妇儿了。你大小是个百户，十里八乡多少清白姑娘等着挑，你偏偏带回一位家道中落的女子。婆婆，我虽出身罪臣之家，但手脚勤快，能干活。干活？你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，能干什么？别是来我家吃白饭的。对不住，家里情况比你想的还糟。你现在若后悔，我也能送你走。送我去杂役营吗？裴百户，既然选了你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不怕。哟，这就是周千户家新领回来的罪奴，长得还真水灵。进了这青砖大院，那也是掉进福窝窝里了。你看院里那粮洞，几辈子都吃不完。公子，这便是咱们府上，真气派。这算什么？跟着本公子，以后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规矩点儿，大庭广众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妾身见过夫人。虽说是罪臣家出来的，但既然进了我周家的门，就不能太寒酸，免得丢了周家的脸面。这2套新衣裙和银镯子赏你了，厢房里还有半箱绸缎，回头自己去挑2匹。多谢夫人赏赐，妾身一定尽心伺候公子和夫人。林婉，你现在怕还在土路上吃灰吧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夫人，您尝尝这块红烧肉。妾身以前在尚书府也学过些厨艺，以后天天变着花样孝敬您。算你懂事。我们周家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在这地界也是有头有脸的。你既然进了门，就安心过日子，只要你本分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妾身明白，白米饭随便吃，顿顿有肉。林婉，你现在怕是连糠都吃不上吧？等我生下周家的长孙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少奶奶。娇娇，你也吃。多谢公子。吃吧，我们家不比尚书府，没那么多讲究，能吃饱就不错了，别挑三拣四。
有的人就是讲究。裴萧，你怎么跟大嫂说话的？娶她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家里没关系，有气冲我来。没关系，他吃穿不花钱。裴烈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干活养她。这饼硬，你泡在粥里吃。省着点吃，家里粮食金贵，这饼是给你弟弟的，他还要读书考秀才，他一个获罪之人，有点粥喝就行了。婆婆说的是，家里供小叔子读书要紧，这粥挺好，我不挑。早点休息吧。裴家虽穷，但裴烈是个有担当的，只要拿捏住赵氏和裴萧的软肋，这日子就翻不了天。明天开始得想办法赚钱了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一大清早在这儿叮叮当当的，吵死个人。娘，我看这门帘漏风，院子也乱，就顺手收拾了一下。这几张桌椅擦干净了，看着也舒心些。光会收拾屋子有什么用？哼，能当饭吃吗？整这些花里胡哨的给谁看？就是他除了会干点粗活，还会干什么？连顿像样的早饭都还没做出来呢。小叔子要是饿了，厨房里有我刚烧的热水，粥在锅里温着。谁稀罕吃你煮的稀粥？清的都能照出人影来。真不知道大哥娶你回来干嘛？这是我昨天剩的，你拿着垫垫肚子。干什么呢？家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多，还偷偷摸摸给外人吃。娘，林婉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，不是外人。她早起干了那么多活，吃干粮怎么了？好啊，你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还没怎么着呢就护上了。娘，您别为难林婉了，我今天发饷银，晚上多带点吃的回来。看什么看？以为有老大护着你就能吃白食？去把后院那堆木头劈了，劈不完中午别吃饭。这被褥料子也太粗糙了，磨坏了我的皮肤怎么办？换掉，全换成上好的丝绸。是，少奶奶。还有这梳妆台，样式这么老旧，怎么配得上我？去库房挑个新的来。月娇啊，这新房的布设都是按规矩置办的，怎么不合心意？娘，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想着咱们周家可是大户人家，要是让外人看了这些旧东西，岂不是笑话咱们？你倒是会替周家着想。行了，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。这才是我该过的日子。走，陪我去看看那位裴夫人，瞧瞧她在那个破落户家里过得怎么样了。是，少奶奶。哎呦，这院子门怎么是破的呀？差点刮坏文斌刚给我买的云缎裙。赵大娘，您家也不修缮修饰？哟，这不是周家少奶奶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上一世你对我非打即骂，可从来没有这么和颜悦色过。如今我的命运已经改变，我要把你狠狠踩在脚底。我与林婉妹妹同是尚书府出来的，如今我嫁入周家享福，自然不能忘了妹妹。这不，带了些我们府上吃剩的糕点来给妹妹尝尝鲜。周少奶奶太客气了。妹妹这院子可真是简朴。也是，裴小百户是个实在人，就是家里太平平了些，连片好瓦都没有。以后啊，可有你苦日子过了。不像我，文斌什么都给我备齐了，绫罗绸缎堆成山，我都嫌它太铺张。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摆出来的。姐姐有闲心在这里炫耀，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己，别哪天从高处摔下来，连个垫背的都没有。哼，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熬到几时？同样是嫁人，周少奶奶穿金戴银，林婉连件像样的粗布衣裳都没有。同人不同命啊！嫁到裴家这穷窟窿里，以后有的熬喽。各位街坊邻居，我这妹妹命苦，嫁到这等人家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以后大家可得多照样着点儿，别让她饿死在院子里了。周少奶奶真是心善啊！林婉，下个月初8是个好日子，文斌要为我大办成婚喜酒。同是尚书府出来的姐妹，不如咱们两家同日办酒，一起热闹热闹，也让乡亲们沾沾喜庆。办什么办？家里连买米的钱都快没了，拿什么办酒？你存心想让人笑话我们裴家是不是？好啊，这酒咱们办，而且要办得体体面面。
你是不是疯了？拿什么办？拿泥巴捏肉包子吗？一言为定，那我可等着喝裴家的喜酒了。上辈子毁了我一生的人，就是他。林婉，你永远也猜不到，我眼下的泼天富贵，本该是属于你的。我可太期待看到你知道真相、痛不欲生的样子了。林婉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欺负，白送的点心不吃白不吃。林月娇，你得意不了太久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，吃吧，就这么点米了。有人不是夸下海口，要办什么体面喜酒吗？我倒要看看拿什么办。就是，这酒席要是摆出来全是寒酸菜，去了也是丢人。嫂子，你真有把握吗？家里确实拿不出办酒的钱，你别急，我明日去跟同僚借一点，总能凑出一桌给你撑个场面。不用借钱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买菜钱我是一文都没有，你自己看着办。1分钱都不用你们出，你们等着吃席就行。我今天出去，玩伴都在说咱们家办不起酒。嫂子，你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咱家更被人笑话了。裴潇，长嫂如母，你这样说话像什么样子？家里有难处，大家一起扛。你读书读的礼数都去哪儿了？小叔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你只管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相信我，明天一早我要去趟后山。这是野生柴胡、黄芪，还有这几株品相不错的防风，能卖个好价钱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当差吗？跟同僚换了岗。疼，你轻点。别动，骨头错位了，深呼吸。什么？好了，复位了。你动手前就不能提个醒？提醒了你会躲。撑着。跟在我后面。谢谢。山里有野兽，下次别一个人来。哟，这林婉怎么腿受伤了？隔壁周家正是大红卡呢，她倒好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看什么看？我家儿媳妇去哪儿轮得到你个外人指指点点？你家猪喂了吗？就在这嚼舌根。还有你，谁让你瞎跑出去？腿要是真伤重了，难道指望我这把老骨头伺候你？娘，我去后山采了点药材。采药？你能认识什么药？别挖错草，闹出乱子！赶紧回屋去，别站在这儿碍眼。先进屋。敷上。娘，家里就剩这2个鸡蛋了，你别多想，我是怕你真瘸了，家里还得白养着你。赶紧热敷，别耽误明天干活。刀子嘴豆腐心，品相都不错。明天一早去镇上药铺售卖，喜酒的钱就有落了。哎呦，小娘子，你这防风品相可真绝了，比关内运来的还要好上几分。掌柜的，您看能给个什么价？这成色我按最高价收，给你1两碎银，怎么样？多谢掌柜。老板，来2升糙米。好嘞，一共40文，姑娘拿好。多谢掌柜。哎呦，这不是我要大办喜酒的妹妹吗？怎么，办酒的钱凑够了，就拿着糙米交代客人啊？看她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办喜酒呢。要是不够，跟姐姐说，姐姐今儿个挑嫁衣，心情好，接济你几把钱也是可以的。总不能让你连桌野菜席都摆不出来吧？不劳姐姐费心，喜酒那天，姐姐把眼睛睁大点，自然能看到。
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走，别沾了这一身土气。网一撒下，就看猎物什么时候进坑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晚饭不用愁了。今天运气不错。你手里提的什么？哪儿弄来的？我在后山抓了2只野鸡和一些野菜。野鸡有什么稀罕的？你办酒席就靠这个，哪儿够招待客人的？人家周家连镇上大厨都请好了，你到时候难道就拿这些野菜糊弄？你这到底行不行啊？别让咱们裴家没面子。娘，小叔，这鸡是今天咱们打牙祭的，办酒席的肉我另有打算。鸡汤面吃吧。锅里还有没？我这碗没吃饱。吃没吃相？没吃过肉啊？有，自己去盛。也就一般般，就这水平，办酒席肯定不够看。这喜棚真气派，咱们镇上几年没见过这么大阵仗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请了镇上最好的厨子，提前2天就来备菜了。席上准备了8凉8热，鸡鸭鱼肉管够，到时候大家敞开肚子吃啊！周少奶奶真是好福气，嫁过去就是享清福的。婶子们说笑了，这算什么？不过是周郎心疼我罢了。不像有的人办个酒席还得去后山挖野菜，怕是连口像样的肉汤都喝不上。那是，林婉哪能跟您比呀？办酒得用水，靠挑水根本来不及。就在这儿，挖口井出来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地方主辈都没挖出水来。别挖了，累坏了身子还得花钱抓药。真没水，大不了我去村口挑。少奶奶，听说那林婉天天在屋后刨土，非要挖井呢。哼，穷折腾。那种绝门地能出水，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。随他挖，等大婚那天，我看他拿什么招待客人。你快去旁边歇着，我来刨。这粗活不是你干的。我不累。你瞧这底下的泥土，颜色越来越深，腥味也重，肯定离水源不远了。咱们2个人一起挖，能快些出水。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呢？这地旱了3年了，龙王爷来了都得渴死，你们还想挖出水？就是，有这力气不如去山里挖点野菜，瞎折腾。这地底下有没有水，可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。我们自己出力流汗，成与不成，待会儿就见分晓。水，出水了！嫂子，你怎么知道这底下有水的？你也太神了吧！因为我能掐会算，可以预知未来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哄小孩呢？这荒坡上真能出水？娘，您快看，是真的！以后你不用走很远的山路挑水了。我的老天爷，真见鬼了！这旱地里能打出水？裴家那媳妇儿是怎么找着的？这地儿我家老头子踩了几10年都说是死地，人家命里带福呗。你看这嫁过来才几天，井都打出来了。水已经有了，走，一起去后山看看我的陷阱。这山里的野物机警，连老猎户都空手而归。你用几根木头就能抓到？野兽也是活物，避不开吃喝。我在这草里搬了闹山花和柏木的药汁，这药味对人来说刺鼻，对山鸡野兔却是致命的诱饵。它们闻了药味，四肢发软，自然会掉进陷阱。你还懂这些？为了活命，杂书看得多罢了。还有意外之喜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？能让裴家吃饱饭的本事。肉，这么多肉，
嫂子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哪里来这么多野味？后山抓的。娘，晚上添个炒鸡蛋。瞎猫碰上死耗子吧。嫂子，你真是我亲嫂子，以后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大嫂，这野菜炒鸡蛋绝了，太香了！自从你来了，咱家的伙食是越来越好了。就你话多，快吃饭。娘，明日我再上山采药，换些银钱添置吃食。您放宽心，这场宴席我定会置办得体体面面，断不能叫别人轻告了咱们裴家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我陪你去。大嫂，大嫂，带上我呗，我力气大，能帮你背篓。你在家帮娘收拾屋子，我和你哥去就行。哦，那听大嫂的。哥，你可得护好我大嫂。早去早回，别耽误了晚饭。小心，这里平时没人敢来，路不好走。烈哥，你看那片林子下面，是野生天麻，还有这些黄芩，长在深山里没人采过，根茎这么粗，药效绝对是极品。你站着，我来挖。哎呀，这天麻个头真大，黄芪也是难得的老根。姑娘，你这药材品相可比寻常药农采的要好上太多了。这可是我们去深山里采的，掌柜的，这些您能给多少钱？这批天麻和黄芩我全要了，给你算2两银子，再加上这些杂药，一共给你们2两半银子，如何？老板，要1食粗麦面，半食糙米，再要1桶菜籽油。一共是1两2钱银子。老板，这板油怎么卖？便宜，10文钱一斤。这大热天的放不住。我全要了，还有这些大骨头也一并包起来。老板，来半斤八角，4两桂皮，1罐粗盐，再要2斤红糖，1罐老醋。好嘞，姑娘买这么多香料，这是要办大席啊？是，办喜酒。有了这些调料，就算是野菜，我也能做出肉味来。咱们回去准备。就买这些，连块像样的精肉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办10桌酒席？1桌10个菜：野兔红烧、骨头汤炖是后山的干菌子，猪板油列出油，油渣剁碎了做翡翠油渣饼和丸子，山鸡炖萝卜，再配上凉拌马齿苋、清炒荠菜，粗面做成馒头，糙米焖饭，这叫有荤有素，管饱。听着好像挺香的。裴家落魄了这么多年，村里人明里暗里没少看我们的笑话，难为你不仅不嫌弃，还一门心思想要给咱们争口气，非要撑起这个席面来。娘，我既然进了裴家的门，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如今食材齐了，但家里没钱请帮工，这10桌酒席得咱们全家自己动手。嫂子，洗菜的活我包了。我来和面，我来劈柴生火。面揉成这样行不行？再柔软一些，一会儿好擀。嫂子，这些野菜都洗3遍了，够干净了吧？行了，放那边沥水，去把院子里桌椅再擦一遍。马上。只要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这日子就没有过不好的。喝口水吧。跟着我，受累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明天的酒席，我要让全村人看看，我们裴家不比任何人差。娘，这是……打开看看。这是我当娘年成亲穿的，家里没闲钱给你买新的，已经洗干净了，你自己拿去改改，明天别穿得破破烂烂，丢了我们裴家的脸面。谢谢娘，我会好好改的。随你的便。布料是好料子，改好了不会比金丝银线差。哟，这满院子的穷酸气，真是熏得人头疼。
要不是我今儿个来送喜饼，还真不知道我这好妹妹竟然连件新嫁衣都置办不起，躲在这儿缝补烂布跳呢。林婉，你穿旧衣服成亲，也不怕把裴家的祖宗气活过来？衣服干净就行，你穿金戴银也掩不住嘴里的臭气。你竟然敢骂我！我今天非撕了这件破布不可！你给我出去！你这孩子竟敢拦我！我嫂子穿什么与你无关，请马上离开！你打扮的再体面，心思也不正派，半点都比不上我嫂子！快走开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粗鄙之人！这裴家老二脾气真暴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我可不是帮你，我是嫌他太吵了，烦死了。没有银子买簪子，这是我用桃木刻的，明天你戴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呦，真像个天仙！这金丝绣的牡丹，10里8香独一份儿。少奶奶，奴婢去打听了，裴家连个帮工都没请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我就知道，裴家那穷酸样，怕是连桌像样的菜都摆不出来。这鸡怎么这么瘦？还有这鱼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少奶奶，这已经是镇上最好的食材了。月娇啊，这席面已经很体面了，咱们20桌呢，靠的是数量。也是，明天我要让全村的人都看看什么叫正经排场。哟，妹妹，这就绕完村了，怎么连个轿子都没有？用2条腿走啊？周郎，你瞧瞧，这军户家娶妻，寒酸的像要饭的。确实寒酸。裴百户，若缺银子，随时来州府当差，本少爷赏你几两。做轿子的人心是虚的，才需要轿夫抬着显摆。我们夫妻脚踏实地，走得稳，走得远。至于银子，周少爷还是留着多买些药吧。我看你脸色发虚，怕是撑不起周家的门面。你还别说，这裴家媳妇儿虽然没坐轿子，但长得真俊，那身段比周少奶奶好看多了。裴百后站那儿跟松树似的，俩人看着真般配。林婉，你少得意！等会儿到了吃席的时候，我看你拿什么招待客人。走。来裴家也就是捧个场，估计今天只能喝稀粥配咸菜了。可不是嘛，隔壁周家可是请了镇上大酒楼的厨子，8凉8热。上菜喽！第一道金玉满堂。第2道野山菌炖肥鸡。第3道爆炒3鲜。我的亲娘，这手艺绝了！这肉又嫩又香，太好吃了，比镇上酒楼的还好。这肉炖得太柴了，大锅菜就是糊弄事儿。少奶奶，怎么？裴家是不是拿野菜糊涂招待客人，被掀桌子了？不是，裴家上了10个硬菜，香的要命。街那头的几个宾客闻到香味，都跑去裴家吃席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群穷鬼怎么做出这种菜？这菜太实在了，肉给的足，比周家那些花里胡哨的强。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，几口就没了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一群没见过世面。最后一道菜，红烧野山兔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好吃，炖得烂透了，太入味了。这汤鲜的我舌头都要化了。裴家这媳妇儿真是娶着宝了。裴百户好福气呀，娶了个这么能干的媳妇儿。林婉，你故意的，你故意抢我的风头。嫂子熬的草药茶，解腻的，管够喝。林婉，你不是能干吗？我倒要看看你办的席面吃出毛病来，谁还夸呢？二婶，一件小事，这镯子就是你的。啥事儿？巴豆粉，趁收拾的时候倒进剩菜汤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万一查出来，查谁？剩菜放馊了闹肚子，天经地义的事。你要是不干，行，我干。王二婶，你往我锅里放了什么？没放啥，我就是帮忙收拾。手伸出来。你看啥？扒豆腐。谁指使你的？王二婶，你疯了！往人喜宴的菜里下扒豆，好端的，你害人做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？王婶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是自己说，还是我把这盆菜端到喜宴上，让全村人问你？不是我，是周少奶奶，是林月妹让我干的。她给了我这个，说事成之后还有银子，我鬼迷心窍啊！好一个林月娇！各位乡亲都听，林月娇买通王二婶，往我家菜里下白豆腐，人证物证都在这儿。这也太歹毒了！人家办喜事，他下药。胡说，我没有，这婆子血口喷人。这镯子是你亲手给我的，上面刻着你的名字，你不认账！文斌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他们合起伙来冤枉我。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。好歹是个少奶奶，干的这叫什么事儿？嫉妒人家林婉能干，就下这种黑手，你心肠也太歹毒了。亏我们还夸她知书达理，原来是条毒蛇。闭嘴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周家的脸全让你丢尽了。你打我！心肠歹毒的东西，娶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文斌，我没有。没有，人证物证摆在那儿，你还有脸狡辩？岂有此理！我们周家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？大喜的日子去害人，这心眼子比针尖还毒。周家这是娶了个祸害回来。林婉，都怪林婉，要不是她，我裴烈的媳妇儿光明磊落，谁再敢背地里使阴招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闭嘴！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知悔改，给我回房跪着去！这么多钱，娘，这是办席赚的份子钱，您收着，给裴潇交世修，剩下的咱们修修屋顶。丫头，今天辛苦你了。以前是娘不好，处处针对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嫂子，以前我也不懂事儿，老跟你犟嘴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都是一家人，不说这些。对，一家人。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这么累了。请问林婉娘子在吗？我是镇上济仁堂的，想跟您谈桩长期的买卖。林娘子，您那批药材我验过了，成色1等1的好。我今儿来就一句话，长期收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王老板，价钱方面比市价高1成，您的货我放心，这个价我给的心甘情愿。高1成？婶子，您家儿媳的本事，整个镇子谁不知道？我这是抢着来的，晚一步都怕被别家劫了。好，我签。丫头，咱家是不是要翻身了？娘，我有个想法，想跟你们商量。这片坡地，左边种粟米，耐旱好活；右边种药材，金银花、黄芪、板蓝根，1年2季收。种出来的粮食够吃，药材全供给王老板。嫂子，那咱家以后岂不是顿能吃饱饭了？好啊！你爹要是还在，看见这片地能种起来，不知道多高兴。就是活计重，开荒不容易。我每逢休沐都回来干，刨地、搬石头、挖渠都是我的事儿，你只管安排，别跟我客气。还有我呢，我虽然力气小，但我能除草，能浇水。我老胳膊老腿的，也能帮着晒药材、挑种子。好，咱们一起干。磨蹭是什么？
后院那几件袍子也给我洗了，少在这儿偷懒。娘，我手都泡烂了。当初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嫁进来的，如今做点活计就叫苦。嫁入周家就要守周家的规矩，我们周家可不养废物。听说没？裴家那个林婉，药铺王老板跟他签了长契呢，以后月有进账。人家那才叫有本事，不像有些人嫁了好人家还不安分。林婉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过成这样，你反倒越过越好？我不信，我不信选了更好的男人，这一世还会输给你。哎，裴家那媳妇儿在干啥？画符呢？听说要开荒，我看够呛，这坡连草都长不旺。裴烈，先修云水渠。从哪儿引？东边山涧落差够，水能自己流下来。渠修不好，这地浇不上水，什么都白搭。明天就动工。3个月，这里会变样的。裴烈，放水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什么都会。娘，您把那筐七草递过来，这层该铺草了。这又是屎又是灰的，熏死个人！折腾这些有啥用？娘，这叫堆肥，秸秆混上草木灰和禽粪，沤出来的肥比单用草木灰肥力足3倍，还能松土保湿，地越种越肥。以前咱们种地都是直接撒灰的，您看，隔壁张家那地年年靠撒灰养地，结果土壤越撒越板结，产量1年不如1年。咱家要是用这肥，明年收成翻一番。娘，这活我包了，您歇着。谁说我不干了？放着我来。小姐，裴家那边天在沤粪呢，臭得隔2条巷子都闻得到。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天天跟屎尿打交道。林婉啊林婉，这辈子你就是个跑土的命。可不是嘛，那裴烈也跟着疯，满村收草草。一家子穷酸命，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泥腿子。看，芽出来了，今天正式下种。怎么种？你说。先深翻，把底下的肥土翻上来，干土压下去，翻完了按间距点种，最后表面盖一层碎草。嫂子，为啥盖草？大旱天，太阳一晒，土里那点水全跑了，盖上草水分蒸不掉，种子才能活。怪不得以前种啥死啥，水全让太阳吸走了。今年保住水，就保住命。动手吧。你自己不喝？你先喝，脸都晒红了。没事，晒不碍事。下午饭快些，你少蹲会儿。哥，你对嫂子可真……吃你的！你们慢点儿，别伤了腰。没事儿，天亮前能种完。这个家越来越像个家了。看清楚了，这种又细又黄的，留着就是祸害，抢壮苗的养分。这2棵挨这么近，我分不出哪个该拔呀。叶片发卷的，根发软的，拔。旁边这颗叶子厚实挺直的，留。那这个呢？看着也绿油的，这是狗尾草，混在药苗里吸养分的，认准它的穗子，见一颗拔一颗。嫂子，这个是车前草吧？能入药，留着。对，这个留着，晒干了能卖钱。你倒学得快。我昨晚把你给的那种草册子翻了3遍。这孩子，昨夜油灯点到半夜，我还以为他魔怔了。行，从今天起，东边那半亩药田归你管。嫂子，你说真的？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？管好了，秋天收成分你一份。萧儿，天还没亮，你又跑地里去了。先把饭吃了再干。娘，你放那儿，我看完这一廊就吃。唉，比上学还上心。这棵是黄芩，喜阳、耐旱、怕涝，得把旁边ผ水沟再挖深2寸。你再说一遍。裴家的药田长势特别好，村里人都在传，说林婉种药材是一把好手。好手！
他一个破落户，种几棵草就成能耐了。夫人，您消气，禁了我半个月的足，半个月，外头倒让他出尽了风头，他等着，种得越好，摔得越惨。夫人，老爷说了不让您再……闭嘴！我做什么还用你教？滚出去！坏了，裴香，嫂子，怎么了？生虫了，蚜虫，再不处理3天之内能蔓延半亩地。那怎么办？上哪儿弄药？别慌，去把家里剩的百步苦参还有草木灰拿来。要这些做什么？配草药驱虫剂。这虫子想吃我的药苗，我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成了，今天全部采收。停！你这一锄头下去，根全断了，还卖什么钱？不就是挖草药吗？还能有啥讲究？看好了，顺着根的方向斜着往外翘，一点松土，根须一根都不能断。这跟我家刨红薯可不一样。少废话，照着做就是了。对，就这样。还有，每3株留1株别动，明年还能再发。第一步去泥洗净，第2步上锅蒸透杀青，火不能大也不能小，大了烂，小了杀不透。蒸多久算透？柴胡1炷香，黄芪2炷香，差一点药效减半。镇上药铺验货可不含糊。你们别光听，手底下动起来。你看你这切的，厚的厚，薄的薄，晒出来能一样？赵嫂子，你这手也太快了。娘，你这翻法比我教的还省劲儿。我琢磨的，横着一排推过去，比一片翻快多了。好法子，以后都照你这个来。这味儿比镇上药铺卖的还浓。能卖多少钱？品相好，价钱差不了。明天我亲自送到镇上，跟药铺把长期合作谈下来。你一个人去，要不要我跟着？我去谈价，你在家看着剩下的晒货，别让雨淋了。这一趟不光是卖药，得把以后的路子都铺好。婉儿，这天还黑着呢，吃口东西再走。娘，我带了干饼子，路上吃。临镇那几家药铺开门早，我得赶在人家上货之前到。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的路，娘放心，大路上人多着呢，天亮就到了。您回去睡，我晚间就回来。吴掌柜，我是隔壁镇来的，专门种植药材供货，您先看成色。看着年纪轻轻的来卖药，你懂药材？您捏一片尝尝就知道了。这黄芪药味正，纤维细，倒是比我现在进的那批好。我们的药材统一育苗，统一管理，每一批品质都稳定，价格比您现在的进货渠道低1成，按月供货，从不断档。价格低1成？对。您要是量大，还能再谈。我这里有品质分级标准。有点意思。你这丫头做事倒是老道。掌柜的，这姑娘比咱那个老供货商靠谱多了。上回那批货可是被退了3成。行，先试1个月，1个月后货稳，咱就签长约。成交，下月初5准时送到。绝了！这药效比野生的还猛，马上拿秤来，按最高价全收了。掌柜的，最高价？少废话，立刻去拿钱！林娘子，以后你的药我全包了。慢着，全包可以，规矩得我来定。你定规矩？看清楚，以后我的药分3等：特级供军营，1级供大药铺，2级供村镇小铺，不同等级不同价，按月结算，少1个子儿都不行。这画的是品级标准。对，以后就按这图上的标准收货，行不行？立刻给句痛快话。行，太行了，林娘子，你这心思绝了。我马上给你介绍临镇2家大药铺，咱们一起发大财。价格是不错，
就是你年纪轻轻做这买卖，能撑多久？万一断了货……陈掌柜，我地里现有50亩在产，后面还要扩。您担心的事儿，我比您更怕，所以我才把标准定死，把流程走稳。您觉得不放心，咱先走短约，1季1000，您随时验货。痛快！就冲你这股子劲儿，我跟你做这单。多谢陈掌柜信任。吃点东西，温着的，还没凉透。你不是今天当值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顺路来接你回家。磨泡了，就一点，不碍事。以后跑远路跟我说，我陪你去，别一个人逞强。知道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坐下喝汤，我炖了1下午了。娘，我没事，是陪练太夸张了。好好休息，来，先喝汤。嫂子，泡脚，走远路脚肯定累。谢谢你们。一家人说什么谢？快喝汤。这就是我期盼的家的味道。银子，这么多银子，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娘，拿着，以后家里的账你来管。我的老天爷呐，婉儿，你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。哎呦，赵大娘，你家林婉可真了不得，听说种药赚大钱了。这10里8乡的，谁不知道你家娶了个金疙瘩？以后你们家可是要发大财了。我这媳妇儿能干着呢，以后我们家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林婉，凭什么你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？你给我等着！哟，这位娘子要买点什么？你是张老三，做药材生意的。你想干嘛？我要让一个人的药房开不下去。有意思，说是谁？边陲那个裴家药房。巧了，他抢了我不少生意，这事儿我乐意帮忙。这是我偷来的炮制法子，你照着做就行。就这也太糙了，做出来能骗过谁？你听我说完，用便宜的次等料简单处理，外表做的跟裴家的药差不多，成本压到最低。那药效呢？谁管药效？那些小药铺进货图的是便宜，你比裴家低3成，他们抢着要。那分成怎么算？我3你7，但有一条，做出来的货包装做的跟裴家的将近些，让人不容易分辨。成交。颜色再深点儿，裴家那货我见过，比这黄。三爷，这再泡就烂了。烂了也不关事儿，外头看着像就行。快，明天就得出货。这玩意儿吃了不出事儿吧？闭嘴！干你的活，出了事儿由我顶着。嘿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刘掌柜，看货，上等的，比裴家那批一点不差。看着是不错，多少钱？比裴家便宜3成，一样的东西何必多花冤枉钱？真的假的？这么便宜？我绝不敢骗您。您要不信，先拿2包试，不满意我全额退。行，先来10包。等一下，给我也留5包。这不跟裴家的一样吗？还便宜这么多。那裴家是不是卖贵了？哎，你们听说没？裴家药房的药材价格高成那样，
其实根本不值那个钱。真的假的？我可是亲眼见过，跟外头卖的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他敢多收30%，赚的全是黑心钱。我就说嘛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哪有那本事做那么大生意？指不定偷工减料。我也不想说人坏话，就是心疼大伙儿的银子，你们自己掂量吧。林婉，这才刚开始。这个月的单子少了将近一半，4家铺子退了订单。啥？一半？咋回事啊？外头有人在卖仿货，包装跟咱家的几乎一样，价格低30%，明摆着是冲咱来的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是刘掌柜那边退回来的，看着像我们的货，但掂一掂，中了，掺了沙，颜色也不对，是染的。这帮黑心牟利的东西！裴烈，你去查查，看他的货从哪儿来，背后还有没有别人，悄悄的，别打草惊蛇。行，我这就去。想搞我，就得做好被连根扒的准备。查到了，张老三的货用的就是咱家的法子，但是简化版，有人教他的。而且我打听到，前2天有个女人去过他铺子，好几人都看见了。什么样的女人？穿着讲究，不像本地人。难道是林月娇？咱现在就去找她讨个说法。讨说法有什么用？咱们要让那些药铺老板自己看明白，这比咱喊破嫂子管用100倍。掌柜的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有10几个兵用了新采购的药材，上吐下泻。军医说，药材有问题。新采购的药材，谁供的货？军需官说，供货单子上写的是裴家药房。这是什么劣质东西？掺了沙土和草，谁验的货？大人，我们用了这药之后，浑身发痒，肚子咬吐了1夜，差点没命了。全封了，1包都不许动。查查这批货谁供的。回将军，查清楚了，是裴家药坊送来的。好啊，敢拿假药糊弄军营，给我把他们掌柜的抓过来。是。你们裴家药房好大的胆子，连军需药材都敢以次充好。将军息怒，我裴家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误会？送货单上白纸黑字写着你们裴家药方的名字，送来的药材里全是沙土烂根，10几个兄弟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你们怎么解释？将军请看，这2个袋子里，一袋是真正的裴家药材，另一袋是军营收到的假药。这是我们裴家种的黄芪，色泽微黄，切面皮部白色，幕布黄色，有菊花心，闻起来有淡淡的参味。将军可以请军医来验。而这一袋是用普通的草根染色，里面掺了杂质异物增重，所以分量极重。这种药材吃下去，不仅不能治病，还会导致脾胃受损、上吐下泻。确实不一样，真的这个闻着香，假的那个有一股霉味，而且摸着一手灰。就算这药有真假之分，你怎么证明这假的不是你们为了谋取盗利自己做的？我林婉可以用性命担保，裴家药坊绝不卖假药。这批假药是镇上张老三的铺子做出来的，他仿造了我们裴家的包装，低价售卖。将军若是不信，大可派人把张老三抓来，当面对质。去，把张老三给我抓来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做小本生意的，犯了什么法？张老三，军营这批假药是不是你卖的？冤枉啊，将军！我就是个卖药的，我哪有胆子卖假药给军营？张老三，军营的送货单上虽然写着裴家药坊，但送货的马车车轮上沾着红粘土。这方圆100里，只有你家后院挖坑染药的地方有这种红粘土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反正药不是我送的，你们没证据不能冤枉好人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来人，给我绑了！
呦，放开我！张老三，军营里10几个兵吃了你的药，上吐下泻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大罪？将军饶命，饶命，饶命啊！小的也是被人逼的。哼，果然是这家伙干的，害得我拉了3天肚子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说，幕后主使是谁？是一个叫林月娇的女人，是她给小人出主意，教小人仿造裴家的药，还帮小人把药送进军营，小人一时糊涂啊。目的是什么？他说要搞垮裴家药房，把生意全抢过来。将军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主意全是他出的呀。好大的胆子，拿将士的命换银子！林月娇背后是谁？周家，她是周文斌的夫人。好一个周文章！来人，把这事报上去。本将险些冤枉了你们，在此向2位赔罪。将军也是为了将士们的安危，查明真相就好。周文斌，你夫人干的好事，假药害我10几个兵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将军，下官不知情，下官真的不知情啊！你媳妇指使人往军营送假药，你不知情？将军开恩，下官愿罚银赎罪，求将军给下官一个机会。罚银3000两，再敢有下次，我革了你的职，滚！儿啊，怎么样了？瞧瞧你干的好事，差一点，我的官位就没了！气死我了！怎么就娶了个惹祸星回来？整整3000两，把家里的家底都掏空了，才把这事儿给压下去。自从你进了我们周家的门，就没一件好事，整天竟会惹是生非，拖累我儿子。夫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想对付林婉，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啊！滚开！别碰我！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。来人，把这个惹祸精关进柴房，3天不许送正餐。夫君救我，婆婆饶命啊！3000两，我必须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回来。没错，这把埋定离手，全押上！我要把输掉的都赢回来！林婉，将军发了话，以后军营所有药材只从你家走。这量是之前的3倍，不止。西边2个树堡的单子也并过来了，都点名要裴家的货，你能不能吃得下？吃得下。3天内第1批货出库，回去跟将军说，品质只高不低。痛快！就冲你这句话，货款提前结。3倍呀！咱发了！别愣着，今天开始扩招人手，最少再招15个，分2班倒，白天一班，夜里一班，歇人不歇活。我这就去办。哟，程姐，你家这阵仗可了不得啊！我愁着一天到晚人进人出的，可不是嘛？你是不知道，军营的单子全给了咱家，外头药霜都排着队上门。你家这儿媳是真有本事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娶了个好儿媳。笑什么笑？干活！你们掌柜的要是知道你们偷懒，扣工钱。以前谁不笑话我们裴家穷？现在呢，风水轮流转。大家看仔细，这种干瘪的不能要，得挑饱满的。育苗的时候水不能多，防虫的草灰要撒匀。王婶儿，你这坑挖得太深了，苗透不过气，得浅一点。哎呦，多亏了小萧提醒，不然这苗就废了。小萧现在也是个小师傅了。包在我身上，大家有不懂的随时问我。婉儿，大家干劲儿都很大，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？这土太干了，一连好几天没下雨了。你们看看外头，这旱局越来越重了。营里也正愁这事，要是再不下雨，百姓日子就更难熬了。不能干等着。
我要把药房这3个月赚的银子全拿出来囤粮。全拿出来，那可是300多两银子。对，药房现在稳堂了，但要是真闹了饥荒，有钱也买不到吃的，咱们得早做打算。嫂子，现在粮价本来就高，万一旱情过去了，过不去的。你们自己看，河道的水位一个月比一个月低，地里的裂缝能塞进去拳头。今年入夏到现在，一滴雨都没下过。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明年会更旱，后年更严重，到时候粮价翻3倍都买不着粮，咱们一家老抽吃什么？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可200两银子砸进去，要是亏了，是咱买了个安心。要是我说对了，这批粮能救全家，还能救全村的命。听婉儿的，她眼光准，这个家没有她早散了。囤，这事我明天就去办。粟米300担，藜米100担，耐寒菜种20斤，防疫药材按这上面的分量来。这批货量不小啊，一趟拉不完，所以分批走，一次最多2车，走不同的路。别走镇口主路，从西边小路进。明白，尽量低调。办妥了，银子不会少你的。是。第一批最快几天能到？3天。好，先把粮仓收拾出来。我找营里的兄弟帮忙，粮仓已经加固好了，底下还铺上了石灰防潮，存3年不成问题。娘虽然不懂，但你说的话，娘信。当年你爹走的那年也是大旱，半条街的人家都没熬过去。娘，这回咱们不会饿着。梁上那边我也打了招呼了，陈家和刘家的粮靠得住，明天第一批就能拉过来。好，咱们全家一条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刘叔，底下再铺一层松木板，离地3寸，防潮。是，夫人。第3批到了，这趟走的南边小路，没人注意。粟米放左边，藜味放右边，药材单独一间，不能混。前后半个月，2间仓快满了。这是驱虫的，每隔3天撒一次。你心里这下踏实了？踏实了，不管外头旱成什么样，咱一家人饿不着。哎呦，你们听说没？林婉花了几百两银子囤粮。囤粮？囤那么多干啥？吃得完吗？干啥？等着咱们饿肚子的时候高价卖呗。这叫发国难财，懂不懂？不能吧，林婉不是那种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。还真是，好端的囤那么多粮干嘛？就是，怕不是真想抬价吧？我跟你们说，心眼最多的人面上最善。等大旱真来了，他粮价翻着倍涨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可他之前帮了咱们不少。帮你们？那是先给点甜头，等着以后赚大钱。我看啊，这旱到头了，过阵子准下雨，他那粮食囤着也白囤。掌柜，3个月了，一滴雨都没下，粮铺的米涨了5倍了，外头已经有人家揭不开锅了。这旱真的来了呀！嫂子，你果真料事如神啊！这才刚开始。1000文1斗，昨天还200，你们这是卖粮还是卖命啊？别冲我喊，掌柜的说了，有多少卖多少，爱买不买，明天还得涨。涨，你让我们吃什么？河都干了3个月了，地里全是死苗子。完了。家里6口人，就剩下半碗糙米了。求你收我2升米吧，孩子3天没吃东西了。掌柜说了，不接，有钱拿粮，没钱走人。咱们这条街是不是真要饿死人了？这是什么？观音土拌的野菜，能填肚子。您吃吧，我不饿。观音土吃下去拉不出来，会重死人的。李嫂，你家还有野菜？东坡那片全让人薅光了，
我娘娘啃了2天树皮，嘴里全是血。你想就那几个子儿，买根葱都不够，这日子怎么熬啊？听说裴家囤了满仓的粮，当初人家林婉让大伙存粮，谁信了？活该咱们饿肚子。这一仓粮食够咱们吃2年的，当初那些笑你的人，现怕是肠子都悔青了。石灰铺的厚，一粒都没坏。嫂子，你是怎么知道今年会这么旱的？看天象，看井水，看蚂蚁翻家的方向，老天爷早就给了信号，世人不愿意信。林婉，还记得我吧？之前是我嘴欠说了混话，对我也是猪油蒙了心。林婉，您大人大量，能不能指条活路？3个月前我让你们存粮，你们说我脑子坏了。是我瞎了眼，林婉您是活菩萨，求您看在街坊的份上拉我们一把。当初谁在背后骂我嫂子囤粮发灾难差来着？我打嘴，林婉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林婉，我出双倍的价，卖我1斗米就行，就1斗。林婉，整条街就你家还有粮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嫂子，门外起码有上百号人了。开门，嫂子，开了这门，粮仓咱们囤粮不是为了看着人饿死的。林掌柜，救命啊！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孩子快饿死了。大家放心，我现在就开粮仓，按灾前价格卖，每人每天限额3斤，谁也别想多拿。婉儿，咱粮食再多也经不住全镇人敞开吃啊，所以限量，饿不死人，也不让人钻空子调卖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，林娘子是活菩萨呀！3斤米，够我家撑5天了。镇上卖90文1斤，这里才30文。这是防暑抗寒的药，免费拿。另外后山东坡有马齿苋和徽菜能吃，回去挖，别光等着买粮。排队，再挤一个不卖了。下一个，快点，别挤。我家孩子烧了3天，林娘子连药都给。少废话，回去熬药喂孩子，明天还能来买粮。月娇，给娘倒口水。水缸也空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周文斌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娘快饿死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别冲我嚷！外面要债的到处找我，我哪有钱买粮？那你当初赌什么？现在连口稀粥都喝不上。行了行了，我出去想办法。你回来，周文斌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月娇，去求裴家那丫头吧，让我求林婉，我宁可饿死，也不会求她。林婉，你个黑心刚的，你早就知道要大旱，对不对？你故意囤粮，不管我们死活。急报，前线粮草告急，只够撑3日。3日，3万人马3日的粮。北京一族集结2万骑兵，蠢蠢欲动，随时南下。传令下去，即刻征调辖区所有余粮，3日内必须送达前线。粮呢？关内的粮到底什么时候能到？将军，运粮队被山洪冲了路，最快还得7天。7天？外婆3000将士锅里已经见底了，再饿2天，不用敌军打，自己就散了。将军，我家中尚有存粮，容我回去同内支商议，今夜给您答复。裴烈，军中不是跟你客气，是真没辙了。我知道，将军等我消息。婉儿，军营断粮了，缺多少？至少撑7天，3000人的口粮。咱家存粮拿1半出来，按市价5折卖给军营。那咱自己？此战如果输了，命都没了，粮留着给谁吃？再备500斤金疮药和防暑药材，一并送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装车，连夜送。去吧，我来写清单。是粮，真是粮食，还有药材，弟兄们有救了！裴烈，你救了3000条命！将军，
将军不必如此，保家卫国的是你们，我们不过出点粮食。听着，裴家倾半数家财供军，此等大义，我必上奏朝廷，为他们请功。裴夫人大义，裴夫人大义，裴家大义！听说了吗？裴家把半数存粮都给了军营，还搭上几百斤药材。那裴夫人是真豪气，换别人家谁舍得？人家才是女中豪杰，比那些光会嚼舌根的强10000倍。裴家以后在这边关，谁敢不服？裴烈宿边有功，家属助粮有益，特擢升为千户，赏白银100两，绸缎10匹，钦此。臣裴烈谢主隆恩。千户，挣五品的官儿，当年穷得吃不上饭的裴家，出了个五品千户爷。老天爷，总算熬出头了。看见没？那就是裴夫人，当年还是个罪奴丫鬟，现在五品千户夫人，人家命好，选对了人。谁？睡你的，我拿点东西。你干什么？那是最后的救命钱。别让！你想把债主招来？你要去哪儿？周文斌，老子受够了！这破日子谁爱过谁过！你娘还病着，你要跑？她是我娘，又不是我的命，死活随她去吧。周文斌，你不是人！周文斌，欠债还钱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他不在。不在，跑了。大哥，之前的东西全没了。好啊，欠了老子50两银子，人跑了，东西也卷走了。王大哥，求你宽限几天，我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拿什么想？把屋里能搬的全搬走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要怪就怪你儿子，他卷钱跑了，留下你们2个废物顶债。娘，把他们带走，卖去杂役营抵债。快起来！放开我！我不去！救命啊！这周家男人真不是东西，活该！当初多风光啊，现在呢？新来的，娇气什么？再不干完，今晚连骚粥都没得喝。周文平，你拿我的钱去喝花酒，把我娘俩扔下，我恨你！死丫头，磨洋工是吧？今晚你的饭没了。凭什么？进了这里就别想着享福，再敢顶嘴，打断你的腿！裴千户和夫人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不必客气，这些是给营里姐妹们的慰问品，粮食药材都有，按人口分，别落下谁。是，夫人心善，大伙儿有福了。都出来，裴千户和夫人来慰问了。大娘，身体怎么样？药够不够？不跟管事说，我让人再送。够了够了，夫人操心了。人家是真心实意惦记咱们，不是做样子的。对呀，裴夫人真是人美心善啊。明明我换了夫婿，为什么如今风光的还是他？我这就走，不碍你的眼。林月娇，重活一世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记得前世的事儿？你抢了周文博，抢了本该属于我的将军夫人之位，很高兴吧？你也是重生的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在看我的笑话。我没空看你的笑话，我只是看着你一步步把自己作死。凭什么？前世我嫁给裴烈，受尽苦楚，最后病死在破屋里，连副棺材都没有。现在嫁给周文娇，明明该当将军夫人，为什么这一世全变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蠢。你以为前世周文娇当上将军靠的是自己，前世他读书的数旬是我在药房熬药熬瞎了眼挣来的，他结交权贵送的礼，
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商路。我累出废兰，死在腊月寒冬。我死那天，他刚升官，正吹吹打打迎娶新人进门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你以为你抢了周文斌就能享福？你抢走的只是个吃软饭的废物。不对，那裴烈呢？前世他只是个瘸腿穷军户，连饭都吃不上。这一世裴烈能立功封千户，是因为我无怨无悔守着裴家，开药铺种粮食，带着他们发家致富。你呢？你只想要现成的富贵，一滴汗都不肯流。林月娇，你两世都输了，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你自己。你只会依附男人，从来不靠自己。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，你个瘸子连饭都挣不来，怎么不死在战场上？求求你别赌了，家里真的没钱了。没用的废物，娶你回来一点忙帮不上，天天就知道拖后腿。滚开！别挡着老子翻本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费尽心思抢了男人，换了命格，到头来连他的脑子和本事都学不来半分。我真蠢。林婉的富贵不是抢来的，是他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，一味药一味药熬出来的。而我，两世都只是个寄生虫。哟，今天干得挺快呀，没偷懒儿。王管事，柴劈完了，我去挑水。算你识相，快去！哎，林月娇，你听说了吗？裴家的药田今年大丰收，连京城的皇上都来抢货了。你以前跟那苏夫人不是挺熟的吗？怎么不求求她？我不配。林婉，你说的对，路是自己选的，我用两世的代价，终于懂。婉儿，一族犯边，军令已下，我连夜出征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刚接的令，前线吃紧，等不了天亮。家里交给你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仗打完，我就回来。前线告急，金疮药全部用完了，伤兵成片。军医说再不送药，人就没了。所有人听着，今晚谁都不许走。金疮药止血散退烧丸全线开工。掌柜的，咱们人手不够啊！不够就不睡，我带头，谁敢说累？我虽然不懂配药，搬东西切药还行。婉儿，你说怎么干？嫂子，院子里烧好的水全搬来了。好，娘你切黄芪，萧儿你烧火添柴，不能停。我男人也在前线，我帮不上别的，这点活我干得动。掌柜的，你歇会儿吧，3天了你没合过眼。我歇了，前线的人就没药用，手别停。你倒下了，谁指挥？喝完再干。捷报！萧将军夜袭敌营，大获全胜！我哥赢了！太好了！但是裴千户身负重伤，昏迷不醒。你说什么？裴千户中了2刀，挟持不住了！让开，都让开！抬进堂里，烧水，所有干净的布给我找来，快！军师说他是……他敢死，我不许！裴烈，你给我撑住！你要是敢丢下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夫人，天快亮了，您歇吧。
我没事。你3天没合眼了，这样下去你自己先倒。他还没醒，我不走。外头那些伤兵也是你配的药救回来的，你这身子骨，我等他睁眼。婉儿，你终于醒了！你混蛋！你知不知道？夫人，婉儿，别动，他是累晕的，3天3夜没合眼，就为了守着你。裴烈，你这条命是你媳妇儿拿命换回来的，不光是你，营里几10个伤兵都是他的药救的，这份功劳够朝廷给他一个封赏了。傻丫头，等我好了，换我照顾你。喝。苦。张嘴，别跟个3岁小孩似的。你轻点儿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嘴硬。我爹就是嘴硬，身上插着3支箭，还跟我娘说没事，第2天人就没了。我妈一个人拉扯我跟弟弟，天不亮就去挑水磨豆腐，手上全是裂口子。我那时候想，我得去当兵，得挣银子，不能让他再这么熬。所以你14岁就从军了？从前觉得活着就是打仗、吃饭、睡觉，浑浑噩噩的，直到你来了，这个家才像个家。你呢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婉儿，我小时候跟着一个走坊郎中到处跑，他死了之后，我被人贩子卖进尚书府。卖？你别动。谁卖的你？不重要了。在尚书府，我每天低着头看人脸色，连呼吸都怕声音大了惹人厌。两世为人，只有在你这儿，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的，有人疼，有人护。婉儿能娶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你伤还没好，早点歇着。别走。你伤……以后不许哭，谁让你哭，我砍了他。就知道打莎莎。这辈子拼了命也要护住他。别动。天都亮了，娘要是看见……看见怎么了？你是我媳妇儿。你闭嘴。媳妇儿说什么都对。起啦，饿了吧？灶上有粥。王婶儿，把院子里那只老母鸡宰了，今天炖汤。哎呦，那只鸡养了3年，您不是说宰？我儿媳妇得补。这个送给你。娘，这是做什么？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娘帮你们带。娘，收着，娘盼了多少年了，你跟烈儿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谢谢娘。谢什么谢？喝汤，凉了就不补了。嫂子，这活我来。不用，哥说了，嫂子不能累着，家里的活我全包了。懂事了。哥，你放心养伤，外边的事儿也交给我。掌柜的，今年的黄芪长得比人还高，关内来了3波药商，都抢着要咱们的货，价钱给的高。好好晒，别着急出，品质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年你嫁过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地，现在不一样了。谢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家。萧儿，把那盘鱼端出去，小心烫。来了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坐快坐，今天菜多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大哥，你脸色好多了，嫂子把你养得真好。吃你的饭。娘，你也多吃点，别光顾着忙。好，我吃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比什么都强。